今天出来拍素材，碰到一株野茼蒿，上面还住着一位熟悉的朋友，一只小蜗牛。我看它开始在这个茎上慢慢的爬到了顶上这片叶子上，但它并没有进食，可能它现在不饿，或者说这个叶子可能有点老了。或者它只是想爬到高处看看风景吧。龙鳞草它这个叶子很多这个鳞片有点像龙的鳞，可以当野菜吃，可以这样搓成一团当野菜吃。10种路边必认植物。第一，糯米团。今天我们在路边看见这个绿油油的小野草，看上去很普通，其实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，叫糯米团。糯米团就是一种食物，没想到也是一种植物的名字。它是前麻科糯米团属的植物。为什么叫糯米团呢？因为它可以当野菜吃，可以这样搓成一团当野菜吃，吃起来有一点糯米的那种糯性、粘性样的，没有什么杂味。我想肯定是以前饥荒年代，大家没有东西吃，随手采外面的一些野草吃，发现这个草还挺好吃的，所以给它取了一个这样的名字。在热带一些地区都有分布，大家那边的分布情况也可以打在评论区。它的茎有一点暗红色，茎上有少许这个毛，老了以后也有鲜味，它也可以做织布的原料。糯米团也是一味药材，全草入药，味甘微苦，性凉，归脾胃经，主要清热解毒，健脾消积，止血散瘀，治小儿肝疾。民间有的地方会用它晒干以后磨成粉，跟猪肝一起蒸着给小孩吃。糯米团也有不同种，有无蕊糯米团、台湾糯米团等一些种类。介绍完了，再搓一个糯米团吃一吃，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。当然这个东西也是性凉，大家也不要过量食用啊，脾胃虚寒的不要多吃，真的没有任何杂味，嚼着有一种糯糯的，有点粘性，有点像野生山药那种粘性。你们吃过吗？第二，半边旗。这个植物的叶子像被风吹掉了半边的旗帜，残缺而独特，它就是半边旗，是凤尾蕨科凤尾蕨属的多年生草本。之所以叫半边旗，全凭它长歪了的叶子。这种蕨植株不是很高，通常30到80厘米，叶子簇生，叶柄连同叶轴呈栗红色，油亮光滑，有一种沉稳贵气的感觉。最独特的是它的叶子，每一片羽片都两侧极不对称，裂片像镰刀般舒展，上侧几乎光秃，几无可裂，下侧却羽裂得工整有致，整片叶子看起来如一通单翼残破的小旗帜。正因为如此，有的地方叫它半边羽裂凤尾蕨。它喜欢阴湿的环境，这个半边旗也是民间草药的一把好手，味苦辛，性凉，归肝大肠经，主要能清热利湿，凉血止血，解毒消肿。它更为人知的是解蛇毒，像成药蛇咬丸中就加了半边旗。半边旗性凉，脾胃虚寒者慎用。第三，野茼蒿。今天出来拍素材，碰到一株野茼蒿，上面还住着一位熟悉的朋友，一只小蜗牛。我看它开始在这个茎上慢慢的爬到了顶上这片叶子上，但它并没有进食，可能它现在不饿，或者说这个叶子可能有点老了，或者它只是想爬到高处看看风景吧。这个野茼蒿我吃过，是一种美味的野菜。我们摘它的嫩尖，放点蒜爆炒，好吃极了。味道有点像茼蒿，但是多了一点野味。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革命菜。听说以前红军长征的时候没有东西吃，采这个充饥，所以老一辈人对它非常有感情。以前小时候啊，采猪草，这也是猪爱吃的一种草，包括小兔子也特别爱吃。其实同样一株植物，在我们眼里是野菜，在老一辈人眼中革命菜，在猪小兔子眼中就是一种饲草。当然
他们眼中可能也是一种美味野菜吧，还是同样一株植物，只是使用的场景不同，它的价值不同。有一次我跟一个摇椅老师傅上山，山上遇到野茼蒿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这个可以治疗痛风，他说的很认真，但是我没有试过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痛风真的有效。如果有懂的朋友可以评论区分享一下。不过野茼蒿确实也是一味药材，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到，野茼蒿具有安心气、养脾胃、消痰饮、利肠胃之功效。小小一株野茼蒿是野菜，有故事，也是株草。你们那边叫它什么呢？第四，圆叶节菜。朋友们，我现在置身在一片紫红色的花海之中。你们知道这个植物叫什么吗？它的名字啊不起眼，好像有点普通，它叫圆叶节菜。但是它的花朵如果是纯体聚集在一起生长啊，十分惊艳，喜欢生长在湿地、水田等等一些环境。像现在盛发期啊，好像铺在地上天然的花毯，充满野趣和生命力。它的花朵其实很小，茎秆是这样直立的状态，叶子圆圆的，像它的花啊层层叠叠，在原野一片绿色中啊，显得格外醒目了，相当于是微观之美和宏观的绚烂结合。哇，还有蝴蝶哦。第五，虎舌红。这两株植物生出很多老虎的舌头，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虎舌红。现在春天它发的那个嫩苗颜色非常诱人，它是报春花科紫金牛属的一种矮小亚灌木，和朱砂根、白两金沾亲带故，名字叫虎舌红，就是因为它的叶子啊两面密布紫红色的微隆起和绒毛，粗看犹如长满肉刺倒钩的虎舌。尤其是我们斜着这样观察，就能明显捕捉到一抹紫红色的质感，让人想起老虎那条能舔骨舔肉的粗糙舌头。它有很多活泼形象的别名，红毛毡、天仙活血红、传珠菡止血化瘀活性，有的也叫它红毛走马胎。走马胎也是紫金牛属的植物。虎舌红身段极矮，直立茎高不过15到20厘米，长着匍匐铺展的木质根茎，懒懒地贴在林下潮湿的石头边。它叶片极厚实尖脆，好像厚厚的纸一样的，倒卵形或长圆形，大的单片可达14厘米长，密布糙毛。它的新叶是这种暗紫红色，老叶有点绿色。6月至7月开聚散发序，花朵粉红色，掺几朵近白色。发谢后，一粒粒球形核果渐渐由绿变红，黄豆大小，挂果期超长，从11月到来年1月。它的果可以吃吗？其实没什么肉，那个皮吃起来略微有点微甜，分布在我国华南及西南地区。在民间，它是风湿跌打的好帮手。民间常用草药汇编里曾载它能除风湿寒气、治顽痹和脚膝不仁。虎舌红具有清热利湿、活血止血、去腐生肌的功效。它的鲜叶捣碎外敷，还可以拔足刺、末刺。虎舌红也是一种有名的观赏植物，因为它耐阴的特性啊，它也有耐阴室内小花王的美誉。最后要提醒大家，虎舌红虽然是一个跌打风湿类的好药，但是有几个铁律还是要说明一下。内服请遵医嘱，脾胃虚寒人群慎用，孕妇禁用。第六，少花马兰。大家看这个植物的花很像老唱片机的喇叭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它叫少花马兰，是爵床科马兰属的植物。因为它的花的数量啊相对比较少，所以叫少花马兰。它的叶子比普通的马兰也要比较宽大一些，花朵是这样的紫色，大概是秋冬季节开花。它的茎秆似棱形，表面有一点白毛样的。我们还看到一只蜜蜂正在采蜜啊，它这个扩音喇叭，蜜蜂好像要钻进去，又有一点挣扎，不太好进去样的。在中药里，它叫紫轮菜，有的民间叫它刀枪药。第七，时尚柏。
今天我们走进这一种神奇植物，它被誉为南方抗瘤第一草，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时尚柏。虽然它的名字有柏字，其实它只是叶子长得有点像柏，它是一种蕨类植物，属于蕨类植物门转柏科转柏属的多年生草本。它的学名叫深绿转柏，别名也有很多，有的叫龙鳞草，有的叫过路蜈蚣。龙鳞草它这个叶子很多这个鳞片有点像龙的鳞，过路蜈蚣也是叶子有点像蜈蚣，而且我们掰开它的茎发现有很多这种根须，这个是它的不定根，它就是靠这些不定根抓牢土壤，所以过路蜈蚣啊就这样横着走嘛。不知道大家那边叫它什么，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，让大家也了解各自不同地方的叫法。时尚柏整个植株并不高，约15到30厘米，身材玲珑，满是细节。时尚柏的叶子是2型，侧叶和中叶过2行，密密交叠呈覆瓦状排列，好像整株植株披上了一层厚重的鳞甲。看上去它是不起眼、比较低矮的一种草本，其实在中药里它并不是小配角，而是有经典的地位。时尚柏性凉，味甘，微苦涩，归肺胃肝经。它主要用于对付咽喉肿痛、末次肿痛、肺热咳嗽、乳腺炎、湿热黄疸、风湿痹痛、外伤出血等。最令人惊讶的身份转换是它从一株山野间的解毒草，一步步走进现代抗癌实验室，登上了抗肿瘤药物的舞台。现代临床含有时尚柏成分的中成药被广泛应用于治疗鼻咽癌、咽喉肿瘤、放化疗后的咽膜保护和症候缓解，如鼻炎鳞片、抗癌平丸等，均以时尚柏为核心组成部分。在临床处方中，时尚柏常和白花蛇舌草、半枝莲等一起配伍使用。时尚柏虽好，虽然有它独到的地方，但是以下3类人群还是要审慎使用。第一，脾胃虚寒的人群；第二，孕妇；第三，有基础疾病或正在接受其他药物治疗者，不宜随意联合使用。第8，抱石莲。大家看，石头上长了很多抱石莲，它是水龙骨科伏石蕨属的植物，附石而生，叶如鳞片。它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那种壁虎游墙啊，用根茎扒住岩石或树皮，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和腐殖质为生，堪称植物界的攀岩达人呐。我们仔细看的话，它的叶子分为2种，一种是这样圆形的，一种是这样条状的。圆形的叶子是它的不育叶，而条状的是它的能育叶。我们翻开可以看到它后面的孢子。抱石莲传草可入药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利湿散瘀的功效，常用于喉咙痛、肺热、咳嗽、咳血。民间有的是用它外敷疮疡肿毒，如果是肺热咳嗽咳血，就是采它水煎服用。第9，泡桐。大家看，这个是泡桐，玄参科泡桐属的植物，有开白花的，还有开紫色花朵的。为什么叫泡桐？因为它的木材啊绵软发泡。它有3大文化密码。第一，它的花是清明物候标杆，古人在《月令72候集解》中把它列为清明第1候。所谓1候同始华，就是到了清明节的时候，这个泡桐的花啊就准时开放，好像定了闹钟一样。为什么这么守时啊？因为它的花芽好像天然的温度计，当它感知到这个平均气温15度稳定在这里，它就开始绽放了。我们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曾经为它写诗打卡：春令有长后，清明同始发。第2个文化密码，它的叶子是宋代蚕农的天然保鲜膜。北宋秦观的蚕书记载，大桐叶附之，乃铺茧益虫，7日之后
出而烧之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古代处理蚕茧的盐腌法。腌制这个蚕茧为什么要用盐腌？主要是杀蛹取丝，然后让这个丝的质量更好。如果等到蚕蛹破茧而出啊，它就会把这个蚕丝破掉嘛。那为什么盐腌法中间要用到这个泡桐叶呢？现代研究表明，泡桐叶富含泡桐素，具有天然抗菌防霉的效果。第三个文化密码，泡桐木是古代乐器界的顶流。周礼记载，桐木为琴，丝绳为弦。因泡桐木纹顺直，共振性强，被视作通天之木。很多古琴多为泡桐制。东汉时期蔡邕的交尾琴，还有故宫所藏的唐代九霄环佩琴，也是用的泡桐木。关于泡桐的文化密码就分享到这里。下次遇到泡桐的时候，也许你不会再感叹它的花好看或者香气好闻，而会想起它背后的这些文化密码。大家看这棵野生茶树菇，它长在这个土坎上，这个土坎是有点笔陡的，它从泥土里面这样横冲出来，推开一块土。从这块土我们还能看到它好像冲破阻碍的那种力量，但是冲出来以后，它不是继续的横着长，而是干净利索转了一个90度的弯向上，它寻找自己的光，然后才慢慢打开这个樽盖。因为它觉得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天地，所以它舒展的展开樽盖。我蹲在旁边看了它很久，我觉得它身上就像我们每个人走的路一样，有时候被压在下面看不见光，那么我们可能先要推开沉重的泥土，推开之后横着长。有时候走了很远，发现方向错了，那么我们就要果断转弯，但不要放弃往上的念头，要有积极迸发的力量。终有一天，你也能撑开自己的一片天。一枚君子尚且如此，你我又何必着急呢？